乌军炸机场、断铁路、烧能源，一夜干掉5架俄战机，俄战争机器彻底凉凉。红军村乌军与格鲁吉亚军团吹响反攻号角，打破俄幻想，想夺取双子城，下辈子吧。白俄街头惊现装甲运兵车，刀尖直抵乌克兰后背。俄自曝攻日计划，导弹血洗日本，基辅律师团出征，美、芬、捷克排队抄家俄罗斯。俄罗斯对美核潜艇服软，愿意与泽连斯基谈判。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远程打击是乌军爱好，以小博大才是乌克兰的真本事。综合乌克兰安全局通报和 Ostra 频道报道，8月4日，乌克兰安全局麾下的阿尔法小组在3日晚间至4日凌晨的行动中，空袭了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当场彻底摧毁了1架苏 30SM， 另一架苏 30SM 则受损严重。此外，还有3架苏 24和一座导弹仓库被击中。目前俄方尚未做进一步回应，详细的战损有待进一步评估确认。不过，按照一架苏 30SM 约3500万至5000万美元的造价，在这场袭击中，俄军损失不可谓不大。更重要的是，由于制裁、能源经济等原因，俄罗斯如今造新机的速度很慢，几乎是被摧毁一架就少一架。加上各大机场的航空弹药库是乌军重点打击对象，很多都已被彻底摧毁。如今的俄空天军是否还能保持战场之初的空中优势，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这也是俄军为什么加大无人机使用的原因之一。接下来，让我们静待卫星图像的更新。与此同时，乌军还在持续打击俄军的铁路交通系统，以阻断俄军的补给。如据马什新闻报道，8月4日夜间，乌军再次锁定了伏尔加格勒地区，破坏了弗罗洛沃的阿尔切达铁路线。现场画面显示，弗罗罗沃市的车站发生爆炸，燃起大火，并快速向周围蔓延。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回荡在伏尔加格勒的夜空。值得注意的是，上个月28号，乌军才刚刚空袭了伏尔加格勒的10月车站，导致大面积的火车停运。近期，俄罗斯遇袭的车站都是其用来转运物资的重要节点，可见乌军的打击十分具有针对性。据统计，近期已有至少10条俄罗斯铁路线受到打击，且都和乌军打击俄军航空系统同步展开。当然，乌克兰特工也在用自己的行动破坏俄罗斯交通，如俄罗斯犹太州的铁路就遭到破坏，发生了严重的列车侧翻。此外，乌克兰也没有忘本，其空袭打击重点也一直没有离开俄罗斯的能源系统。毕竟俄罗斯能源经济就差一步便会崩溃，乌克兰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在昨日空袭中，位于西西伯利亚南部的库尔干地区，就有一座大型的天然气配送站突发大火，至少有3栋建筑物被火灾波及。面对乌军的大规模空袭，火力军在一众俄专家言论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俄军事专家斯特列科夫认为，乌军近来大规模袭击俄能源与军事目标的行动很可能是战略欺骗。他认为乌军目的是掩饰即将发起的大规模反攻。他推测的理由是，俄军侦察无人机观测到有多支乌军部队进入红军村，其中包括第7空降军、第11和第20突击军团一部、卢比特旅、第10重装山地旅、国际志愿军团第3、第4营、格鲁吉亚军团等等。虽然这位俄专家的推测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红军村的战况随着乌军增援的抵达已经开始好转，已不再仅仅依靠无人机墙进行防守。据战争研究所报道，红军村战况已开始好转。8月4日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表明，乌军正和格鲁吉亚国际军团向东北方向的克拉斯尼莱曼、东南方向的利西夫卡以及南部的舍甫琴科反击推进。当然，红军村离转危为安还有一定的差距。乌克兰霍尔蒂察部队集团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少校表示，俄指挥部已向红军村米尔诺赫拉德地区分配了大量兵力，并正使用全武器库发动进攻，从无人机到滑翔炸弹是能用上的，俄军都用上了。目前，据特雷胡波夫少校透露，由2到5人组成的俄军火力小组已经渗透到乌军防线，正盘踞在森林和后方附近地区。接下来将是一场持久的拉锯战。恰索菲亚尔至托列茨克战线，普京在宣布占领恰索菲亚尔后，又高调宣称，俄军已转向顿涅茨克州核心要塞地带，目前直指克拉马托尔斯克。针对这一表态，战争研究所分析称，巴赫穆特至恰索菲亚尔短短11公里距离，俄军用了28个月，而为占领18平方公里的恰索菲亚尔，俄军则用了18个月，且至今仍没有完全控制。而从地图上看，俄军想要突破乌军在顿涅茨克州的核心防御圈，夺取双子城，就必须占领西维尔斯克、戈里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等重镇，
而这些重镇是比恰佐菲尔更大、防御力更强的乌军战略支撑点。若以俄军当前的推进速度，怕是要很多年才能实现定下的战略目标。苏梅战线，俄乌双方在金德拉蒂夫卡和尤纳基夫卡附近展开进攻与反击，战线暂无明显变化。不过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8月4日报道称，乌军在西尼古拉耶夫卡击退了俄军进攻，保持住了阵地。同时，一名俄军事博主称，被乌军击溃、败退至金德拉蒂夫卡和安德里夫卡的俄军，目前正被三面包围，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确认。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对普霍蒂夫卡检查站发动突袭，但遭到乌军第58旅伏击，俄军在损失10多名士兵后败退。与此同时，乌军还成功在沃夫昌斯克方向收复沃尔恰河左岸的阵地，进一步驱逐俄军。博罗瓦至利曼一线，乌军收复了赫雷基夫卡村南部，并在托尔斯克以东打垮了俄军库班国际志愿者营。战争研究所整体评价称，俄军有所行动，但没有确认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空军倒是异常活跃，照例频繁地展开地面支援行动。目前对库皮扬斯克的俄军阵地实施了 GBU-39的精确打击，同时又出动4架米格29投掷 GBU-62，轰炸了扎波罗热前线的俄军据点。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乌军近期展开的反攻，火力军认为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刚被泽连斯基任命为空军司令的阿纳托利·克里诺沃日科中将。其从2024年8月就开始代理空军司令。乌空军如今的行动可能大部分都是由他拍板决定的，不仅频繁空袭前线的俄阵地，还经常飞入俄境内发动攻势，视莫斯科红线为无物。现在他的转正无疑表明其能力得到了认可。战场上，俄军进攻虽然不顺，但其威胁却在战场之外进一步加深。上期视频，火力军刚说完卢卡申科受普京指示，企图分散牵制乌军兵力。现在 NextDay 新闻最新消息爆出，在白俄的戈梅利州街头发现了带有特别标识的装甲车，并伴有作战人员。报道称，这些装甲车正招摇过市，开往戈梅利边境，而这里与乌克兰领土接壤，此举无疑引发了基辅的高度注意。目前白俄方面尚未做出进一步回应，但早些时候，白俄的作战司令瓦季姆·杰尼先科就明确表示，要在其南部地区组建特种作战旅，而部署地恰恰就在戈梅利州，番号为第37空降突击近卫旅。尽管白俄声称为了防务，但在这个关键时期，不部署防御系统，不构建防御工事，反而组建极具进攻性的特种部队，显然目的不单纯。而且今年上半年，乌克兰情报部分就做出明确警告，称俄军可能会从白俄方向发起进攻。俄乌战争以来，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虽然一直声称没有参与俄军的行动，但现实中他们和俄罗斯的关系却越走越近。8月1日，他还和普京会面于圣彼得堡，公开表达了对俄罗斯入侵的支持。另一方面，俄罗斯提出了一套旨在瘫痪日本防御基础设施的多阶段饱和攻击计划。据防御博客报道，亲俄或被俄控制的军事纪事网目前发布分析指出，有被迫害妄想症的俄罗斯是日本部署的12式岸舰导弹和美制的低风导弹系统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构成了直接威胁，然后自己就制定了一套针对日本导弹打击能力的多层次打击和拦截计划。这份计划具体内容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在第一阶段，俄方认为要先瘫痪日本的预警和防空网络，因此打击目标包括位于函馆、入间与祈福的爱国者3型导弹点，以及位于当别、京峡与高尾山的预警雷达站。而且俄方经过精密计算，为每个打击目标安排了详细的打击导弹数量和种类，如每个爱国者阵地将其摧毁需要25至45枚 Kh-101等各式巡航导弹，而每个雷达站则大约需要7枚 Kh-101导弹才能将其瘫痪。之后，在第2和第3阶段，将锁定军力投射与工业设施，包括武赫与大凑2处海军基地，以及30重工在长崎、神户、下关与横滨的造船厂。俄方认为打击这些目标将严重削弱日本及驻日美军的海上作战与维护能力。该分析估计，整个打击日本的计划共需200至250枚 Kh-101巡航导弹，并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已经磨砺出足以压垮现代导弹防御系统的饱和式攻击技术。虽然俄方报道未交代具体时间和流程，但其攻击性语气和一些技术细节已引起日本的关注。而且为了该计划顺利实施，俄罗斯外交部4日宣布将不再遵守中程导弹条约。俄外交部声称，此举被视为对美国计划在欧洲与亚洲部署同类武器的直接回应。对此，美国方面指控莫斯科违反该条约已超过10年，
且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中已使用过条约所禁止的导弹。据悉，这项签订于1987年的条约禁止部署射程介于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曾被视为冷战的重大突破。但美国以俄罗斯长期违规为由，已于2019年退出该条约。美国去年还宣布将自2026年开始在德国阶段性部署中程导弹，俄国随即表示将会反制。如今俄国正式宣布不再遵守后，中程导弹条约已名存实亡。此外，俄罗斯协助朝鲜生产无人机，让朝鲜半岛危机进一步加深。乌克兰的警告变成了现实。今年2月，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在接受朝鲜日报访问时曾警告称，朝鲜将接收俄罗斯的无人机技术。6月时，他更进一步指出，俄朝双方已达成协议，将在朝鲜境内兴建天竺葵无人机的生产设施。到这个月1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也通过社交平台指称，俄罗斯正在向朝鲜转让见证者无人机技术，并协助在朝鲜兴建无人机生产设施、开发导弹。结果警告成真了。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已指示人民军大力研发和生产各类自杀式无人机，那地点定在了哪里呢？大概率会在平安北道丰县机场一带兴建无人机生产及试飞设施。7月份时，有报道指出，被派往朝鲜的俄罗斯教官正在元山和平壤附近训练朝鲜特种部队如何操控第一人称视角自杀式无人机。对此，乌克兰媒体还曾报道说，俄罗斯正向朝鲜传授在乌克兰战场上累积的战术和技巧，称莫斯科相当于将无人机设计、生产和实战运用全部打包传授给了朝鲜。因此，朝鲜即将生产的天竺葵2无人机应与俄罗斯的一致，其长约3米，最大载弹量50公斤，时速180至200公里，最大续航为2500公里。改良型使用火箭发动机取代螺旋桨，最高时速可达500公里。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天竺葵2其原型是伊朗的见证者136，因此美国智库 CNAS 发布报告指出，伊朗武器技术经俄罗斯流向朝鲜，并非单纯的武器交易，而是带有战略性扩散性质，集结合技术与实战经验的致命交易。背后的战略是将欧洲、中东的地缘危机扩散至东亚，使美国及其盟友陷入混乱。朝鲜日报也于4日报道称，俄伊朝3国的无人机技术联结正在向欧洲、中东、朝鲜半岛输出地缘危机，因为天竺葵2无人机可在朝鲜境内任何地点升空，而其攻击范围可覆盖朝鲜半岛、日本全境乃至驻日美军基地。虽然上述无人机存在噪音大、速度慢的缺点，探测和拦截并不困难，但可实现低成本的大规模量产，能通过蜂群攻击快速消耗对手的防空导弹。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朝鲜迅速强化的无人机战力，使美国阻止军事技术扩散的政策遭到了结构性的失败。针对俄罗斯上述举动，美国或北约就这么放任不管了吗？除该有的制裁持续实施外，北约也有了一定的动作。据爱沙尼亚公共广播报道，在白俄增强边境军事部署的同时，爱沙尼亚正在俄罗斯边界设置军事障碍，如在伊法恩戈罗德至纳尔瓦的大桥上安置了金属门，必要时他将切断汽车的入口，阻挡俄罗斯民众进入。至于波罗的海沿岸，更是早早布置了密集的水雷和无人艇。波兰方面则一直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修筑掩体和布设雷场。此外，继德国第45装甲旅部署在立陶宛后，有消息称北约或在爱沙尼亚部署德核军事部队，目前部队营房及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实施。爱沙尼亚国防部还为此拨款1700万欧元，预计该部队将驻扎在爱沙尼亚派尔努市。由此可见，北约并没有掉以轻心，正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另一方面，北约还加大了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步伐。据基辅邮报统计，法国已经扣押了价值8700万欧元的俄罗斯国有房产。据悉，相关裁决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俄军刚刚吞并克里米亚不久。乌克兰国家银行就在全球展开起诉行动，其中在法国，乌克兰赢得了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并成功在2024年由于巴黎决定进行强制执行，将8700万欧元的俄房产判作赔偿。如今，基辅方面还在世界各国发起类似的诉讼，也有消息显示其计划在美国、芬兰和捷克等地追缴俄罗斯的资产，用作战争赔款。还是那句话，北约正用俄罗斯的钱为乌军提供武器，在反击前线的俄军。那么美国有什么新动作吗？首选是特朗普安排的核潜艇威慑。8月3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美国核潜艇在俄罗斯领土附近部署的情况，他回答说，美国核潜艇就在该地区，必须在该地区，但具体位置并未透露。同时，特朗普还回应特使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的情况，称维特科夫将于8月6日或7日与俄罗斯领导人会面，称如果俄罗斯不同意在乌克兰停火，美国将在最后期限后实施制裁。
他强调对俄制裁不可避免，暗示俄罗斯人很狡猾，很擅长逃避制裁，直接结果让大家拭目以待。面对美国的核潜艇威慑和8月8日的最后期限，俄罗斯表现得极其谨慎。如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最新表态中明显有服软迹象，他称俄罗斯愿意为避免与特朗普关系紧张而做出让步，同时他还表示俄罗斯对核不扩散非常谨慎，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非常谨慎地讨论核言论。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看法？火力军认为佩斯科夫是为克里姆林宫当前尴尬的局面向特朗普道歉，坚称只有普京说的才算，梅德韦杰夫说的不算。梅德韦杰夫在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核潜艇已经抵达俄罗斯海岸附近后，至今一言不发。从俄方表态来看，俄罗斯现在想给特朗普找回一些面子，进而挫败8月8日可能实施的2级制裁。现在就看特朗普接不接受了。与此同时，印度在是否购买俄石油问题上反复横跳，终于惹恼了特朗普，宣布将上调印度的关税，以惩罚其购买俄罗斯石油。不得不说，印度在买不买俄罗斯石油上确实很有一手。经历不断反转，最终火力军发现所有报道都是真的。7月30日，特朗普宣布对印度征收 25% 的关税加罚款，理由是印度购买俄罗斯能源和武器。紧接着31日，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和芒格洛尔炼油厂宣布已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且有4艘载有俄罗斯石油的油轮在印度西海岸暂时停运，被印度拒收。而到了8月1日，由于不知道特朗普威胁的罚款是多少，印度官员就称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结果印度虽把大话说出去了，却像是在等待美国反应，并没有行动。如几大印度石油公司仍暂停购买俄罗斯石油，到港的俄罗斯油轮也不卸货，并同时从美国和中东购买石油。如8月4日，印度最大的炼油企业印度石油公司从美国、加拿大和中东购买700万桶9月份到货的原油，包括450万桶美国原油、50万桶加拿大西部精选原油、200万桶阿联酋原油。两位印度消息人士称，此次购买量高于正常水平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替代俄罗斯原油。同时，莫迪还发表公开讲话，一方面呼吁民众购买印度制造的商品，一方面表示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称印度已经是购买俄罗斯石油的第3大经济体，一方面又从美国和中东购买石油。结果8月4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抨击印度，他表示印度不仅正在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而且对于所购买的很大一部分石油，他们还在公开市场进行销售，以获取高额利润。声称印度根本不在乎乌克兰有多少人在俄罗斯的战争机器下丧生。有鉴于此，特朗普将大幅上调印度向美国支付的关税。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无疑给印度一记重拳，至于上调多少关税仍有待观察。当然，特朗普的真实目标不仅仅是印度。8月8日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恐怕只有特朗普自己知道。自俄乌战争开始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正逐渐和莫斯科疏远。据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的报告，阿联酋银行正在清理俄罗斯的客户，以和俄罗斯保持距离。报道称，今年7月，阿联酋的金融机构再次加强了对俄罗斯企业活动的管控，有超过30%的俄公司收到了限制金融交易的通知，有的更是被直接要求关闭银行账户。不少俄企业都在制裁名单上。对此，俄罗斯方面还未发表进一步回应。但实际上，阿联酋对俄罗斯账户的限制从去年就开始了。一些主要银行则明确表示不再接受俄方的投资。如今看来，类似的制裁力度还在升级。中东算是传统上和俄罗斯关系比较密切的地区，但和中亚与东欧一样，俄乌战争正在不断削弱俄方在当地的影响力。美国还是那个美国，其海军和航天公司天行者航空合作，成功完成一次仅依靠太阳能让无人机连续飞行长达73个小时的测试，为应用太阳能飞行器与海洋 ISR 任务迈出重要一步。据防御博客报道，此次测试在密西西比州圣路易斯进行展示，由海军航空作战中心航空器分部主导。对于此次测试，美国官方表示，这次飞行测试不仅证明了天行者无人机在日夜循环中维持太阳能动力的能力，也验证了其指挥控制系统自主反应功能以及对天气扰动的韧性。那这款天行者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无人机？据公开资料显示，天行者无人机系统是一款由成熟的有人驾驶平台改装而来的大翼展太阳能飞机。在为期3天的飞行中，该系统展现了维持正能量平衡的能力，这是无需燃料或外部动力即可持续运作的关键指标。此外，它也证明了能保持通讯、自主做出实时决策，并动态适应湍流条件。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罗斯退出中导条约会与美国陷入新的军事竞赛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